人在天上飞，死神在屁股后追。用把老虎钳就能把偷电干成产业链，印度人偷电究竟有多疯狂？在印度，偷电早已不算什么新鲜事儿。据统计，印度每年约 27% 的发电量被盗，平均每天都有4380万度的电惨遭白嫖。而如此巨大的偷电量，使得印度发电行业的损失额一度超过墨西哥毒品的利润，更是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至少下降了 1.5%。全民偷电的魔幻现实正在印度上演。那么，印度人为何痴迷于偷电？咱们中国有句话叫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这搁在印度就得换成有钱没钱一起偷电。在印度，从城市到农村，从富人区到贫民窟，偷电几乎成了全社会见怪不怪的普遍行为，甚至形成了产业链。而这中间的利益链上抵印度政府高层，下至街头巷弄，环环相扣。北方邦前任电力部长就曾被爆出在任上通过偷电网络进行洗钱，还托人对自己私人别墅的电路动手脚，使得自家的耗电量抵得上一个村的空调系统，硬是给搞成节能低碳的模范。甚至鼓励偷电还成了某些印度政客拉取选票的武器，一些地方政客为了拉选票，甚至公开撕毁电费单，并承诺胜选后将实行偷电合法化。对于低种姓家庭而言，偷电更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。都说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印度的偷电行业也不例外。在印度，手法高超、经验丰富的电工师傅可是妥妥的技术型人才，在很多地方都被抢着要，生意做到手软，还有不少人愿意拜师学艺，将这份手艺传承下去。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当然，机遇与风险是并存的，在印度干偷电这一行，挣的虽多，但风险也大。相信大家曾刷到过关于印度偷电者偷电失败，结果命丧当场的视频。这事儿其实不稀奇，印度每年因偷电而死的人不下1万人，这也使得印度人时不时就能看到偷电者的玩命现场。在镜头的记录下，浑身没有佩戴任何防护措施的偷电者以凡人之躯挑战高压电线，活着下来倒还好说，若一招不慎，一路火花带闪电，就得当场随着升腾起来的烟雾一同登仙了。运气好的或许还能留个全尸，运气差的当场就以我残躯化烈火了。因此，能在这一行深耕1年半载，成功经手成千上万根电线而不出意外的，已经不是普通的电工师傅了，而是一个活着的传奇。在一档记录印度电工日常工作的纪录片中，就详细揭露了印度电工偷电的那些事儿。纪录片的主角是印度坎普尔市的一名偷电老贼，名叫罗哈辛格，已经在这一行干了许多年。当地居民称他为电线杆上的罗宾汉，他自称是这片区域最不怕死的电工，每逢来活扛着梯子抄起老虎钳就上了，省时省力，根本没穿过什么绝缘手套绝缘靴。在镜头下，这位老哥将老虎钳舞得虎虎生风，3下5除2就将变压器上的高压线给扯下来进行短接。趁着电力公司断电维修的功夫，他再迅速转移到另一条街道上，熟练地接好3-4条偷电线路。多年来他从未失手，身体力行地为世人演示了印度偷电内幕的工匠精神。罗哈在镜头前也透露了自己的保密秘诀，只是这秘诀多少带点违心色彩。他是这么说的：只要你屏住呼吸，电流就感应不到你，觉得你已经死了。这话听听就好，别信。据说在纪录片播出后不久，这位老哥就惨遭印度警方逮捕。在无数印度底层人眼中，印度电工的地位堪比古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，他们凭一己之力为人们带来了宝贵的电力，实在称得上牛掰。某些地方甚至还专门为偷电者举办的光明节，获奖者能得到镀金电工钱作为荣誉象征。不少偷电者也都以身怀绝技责备一方为荣。况且这份工作除了风险大点，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，往往忙完一场兜里就有2-3千卢布进账，这也就使得偷电的队伍愈发壮大。那如果电路出现问题怎么办？总不能在电线山里面一根挨一根的重新找吧。印度电工师傅早就玩熟了这套业务，如果客户的电路出了问题，再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成，重新再接一根。低廉的价格，巨大的用电需求，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，种种要素叠加起来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如今印度街头随处可见的电线山。它们如同黑色的爬山虎，遮挡住房屋与天空。那繁杂的线路布局，怕是开着导航都得迷。这种未经规范的撕拉电线行为，自然也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。在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，巷道上空3米处就悬挂着带电接头，雨季积水时，线头会直接导致居民触电死亡。那为什么偷电行业能在印度这么吃香？最大的原因正是一个字：热。众所周知，印度地处热带，夏季平均气温通常在30度至45度之间，部分地区极端高温可达50摄氏度以上。根据最新数据，2025年6月，新德里体感温度逼近50度，拉贾斯坦邦气温达 52.3 度。面对如此极端的高温天气，也就不难理解为啥印度每到夏天就屡屡发生人被活活热死的事了。
为了降温，印度人对空调的需求量十分巨大，买不起空调的贫困家庭则往往用电来驱动风扇，由此而产生的耗电量也达到了十分恐怖的规模。然而，与巨大的电力需求相矛盾的是印度电力资源的分配不均。富人区能够享受稳定的供电服务，而绝大多数贫民窟却压根连电都没有通。即便拥有官方通电线路，许多印度家庭也依旧选择偷电，不为别的，只为省下一笔钱。其实，印度的电价并不算昂贵，每一度只要大概5卢比左右。政府还对月用电低于100度的家庭补贴 50% 电费。但问题在于，底层家庭的日均收入仅100至200卢比，这么算来的话，官方电价依旧超出了大部分底层家庭的承受力。如果按时交电费，恐怕半个月的饭钱都得折进去。而且在印度的大部分人眼中，既然能低价或白嫖，为啥还要自掏腰包当那个冤大头呢？由此，面对夏季的热浪，不少穷人为了苟住性命，只能铤而走险，在偷电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。2023年，德里电力监管部门曾在1个月之内发现了15000多起偷电案例，平均每天500多起。如此庞大的作案数量，也让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印度许多地方的偷电团伙不仅提供低廉的电力包年服务，还顺带附赠许多增值业务，比如孟买黑帮就明码标价，平民每月只需月付500卢比买偷电险，从而享受24小时抢修、防稽查保护、法律纠纷摆平。只要买了这个套餐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用电出了问题，一通电话打过去，电工很快就会上门摆平，效率远远高于电力公司的官方服务。印度黑帮们为平民偷电的方法突出一个简单粗暴，在撕拉电线之后，他们会用牛粪厚厚的包裹住电表，致使电表无法正常接收信号。专业团队为富人们偷电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，从魔改电表到植入病毒，可谓无所不用其极，堪称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比如，德里工程师设计了一种特殊电表，可以使显示数值长期保持在低保额度内，即使实际用电量超标，也永不触发警报。班加罗尔的科技从业者更是发挥特长，为富人的智能电表研发并植入恶意程序，使智能电表隔一段时间就让耗电量自动归零。这项业务甚至还被玩出了另一种花样，部分电表被改装成投币重置装置，投入5卢比硬币即可清零技术，可以说是堂而皇之的从电力局手中偷钱了。这样的电力业务不仅普及到了诸多贫民窟与富人社区，还成为不少印度工厂的首选。黑帮一边收下工厂的钱，一边又贿赂当地电力局或电力监管部门负责人，让他们直接在账单上做手脚，使得不少工厂能够以白菜价用电。更离谱的是，偷电这件事居然还被加上了一层宗教滤镜。印度民众普遍认为电是湿婆神的恩赐，收费就是毒神，这使得他们能够心安理得的偷电。在印度的某些地方，村民们直接以湿婆神的名义为撕拉线路偷电的行为举办加之仪式，这在宗教盛行的印度可不是件小事。偷电有了神的名义，官方人员下场处理的时候就势必要遭到更大的阻力，任何阻止他们偷电的行为都被戴上对湿婆神不敬的帽子。比如每当印度执法队试图拆除这些私间电路时，就会遭到村民们的一致抵抗，他们一边集体高唱宗教歌曲，一边用人墙保护偷电线路，堪称无懈可击。但俗话说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用电的把偷电玩出了花，发电的也自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为了对付偷电行为，印度电力局的基层抄表员时常要用出那一记损招，往电表里装微型马达，在微型马达的加持下，即便住户把电器全关了，表盘也依旧转得飞起。除此之外，抄表员们还或多或少地经营着副业，白天身着正规制服，挨家挨户上门查表，到了晚上就摇身一变，帮有钱人家或者亲戚们私间泄露，从中再狠狠地捞上一笔。但猖獗的偷电现象也为印度埋下了巨大的隐患。在偷电者们的不懈努力下，电力公司实现了年亏损1000亿卢比的惊人业绩。巨大的亏损使得官方无力再维护基层用电设备。根据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印度全国约有 40% 输电线路超期服役，木质电线杆绝缘层碳化脱落，即便是稍微触碰都有可能引发火灾。老化危险的用电线路，毫无规范的私接行为，再加上没有被知识污染的脑子，使得印度底层群众几乎是在死神的镰刀下用电，一个不留神就是高压电上身，一命呜呼，命丧当场。面对印度积重难返的偷电问题，莫迪政府绞尽脑汁想了不少法子，却都收效甚微。比如前几年印度政府豪掷千金要搞智能电表革命，结果北方邦刚装好3万台防篡改智能电表，3个月不到就被街头势力给拆成了破铜烂铁。此外，印度政府还试图把碳化木质电线杆更换为混凝土结构，并加装高压线防护罩。这个想法好是好，但却同样因电力公司每年遭受巨大损失而进度缓慢。印度政府还尝试从立法层面解决偷电问题。通过修改电力法案，印度政府将偷电刑期从3年提至5年，对黑帮主导的集团化偷电按有组织犯罪进行定罪。
但还是低估了偷电者们的决心。即便加大处罚力度，也没能让偷电者们心生畏惧。正如某位偷电行业从事者所言：“我连高压电都不怕，还害怕你那什么法律？”政府无力整改，底层偷电泛滥，行业链条完善，将偷电发展成产业化、集团化、神话三合一的产业，甚至还蒙上一层劫富济贫的英雄主义色彩。印度可谓走在了全世界的前面。在如此复杂的条件下，寻找出一条能为全社会所公认的用电方案，印度政府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不让我加入五常，我就退出联合国，组建新联合国。隔壁印度又撂下豪言壮语了，对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要发言了。如果真有那个实力，加不加入五常又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没有实力，就是给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又有什么用？还是那句话，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。实力足够强大，规则就变成了一纸空文，随时都有掀桌子的底气。反之，没有实力，老老实实遵守规则才是正途。显然，印度是没有这个实力的，放出这种狠话只会让人啼笑皆非。为什么印度想削尖了脑袋挤进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呢？为了加入五常又有多疯狂？印度一直把入常当作衡量其成为全球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。早在尼赫鲁时期，印度就已经想加入五常了，声称无论能否入常，态度还是要有的。印度的勃勃野心可见一斑，就是想要在世界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，成为南亚大国，甚至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强国。然而，印度心比天高，身比纸薄，没有公主命，却得了公主病，因为印度自身的条件实在说不上好。首先，印度国内土邦林立，宗教复杂，其种姓制度至今为人所诟病。其次，印度民众识字率令人堪忧。在疫情期间，当其他国家都在采用科学的方式管控病毒扩散，大力发展疫苗时，印度却指望恒河水、印度神油、祭祀等迷信的方式驱散病毒。这些行为在我们看来荒谬至极，然而在印度眼里却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。印度的荒诞还体现在对莫迪的神话。当一个国家需要造神来维持统治、笼络民心、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时候，这个国家的前途在哪里？这种造神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，早晚自食恶果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入常只是印度给国内画的大饼，还有诸如上天、研究核武器等，通过树立宏大的目标来增强民族自信心，维护内部团结，制衡国内的各种势力。另外，一旦入常成功，印度就有了一票否决权，可以在安理会中左右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和解决，进而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走向，比如中东问题、朝鲜半岛局势等。最重要的是，印度可以名正言顺地降巴基斯坦一头，周边小国出于利益也会讨好印度。入常诱惑力如此之大，印度是朝思暮想的想加入进去。那么，印度真的具备入常资格吗？能入五常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。中美俄英法是联合国5大创始国成员，也是在二战里为胜利贡献最大的几个国家。中国和苏联均是二战主要参战国之一，为了抗衡法西斯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，是杰出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盟友。美国自不必说，也是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主力。英国则是上个世纪的日不落帝国，德国闪击波兰时，英国就第一时间对德宣战。而法国虽说二战后落魄了，但人家有美国这个大哥，硬生生的被抬上了理事会的席位。再来看看印度当时在干什么。整个二战时期，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，存在感非常低，整日受英国人的气。唯一的高光时刻，竟然是临时组建的傀儡政府和伪军。印度自己都看不下去，无时无刻不想脱离殖民者的控制。当时，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钱德拉鲍斯试图引入外国势力，推翻殖民统治，此乃驱虎吞狼之计，但结果并不理想。先是去找了德国的那个美术落榜生，结果吃了个闭门羹，最后又转而投向了日本。得知鲍斯的宏达梦想之后，日本不仅帮助其成立了自由印度临时政府，由鲍斯担任总理，还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。鲍斯一度认为日本能够帮助其实现民族独立，因此组建伪军助纣为虐。也不知印度怎么想的，后来一度对鲍斯这个甘当小日子马前卒的政客推崇备至，直到现在，鲍斯的画像竟然和甘地、尼赫鲁一同悬挂在印度国会里。现任印度总理莫迪更是对其做出高度评价。每个印度人都为他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感到自豪。试问，这样的印度真的有加入五常的底气吗？但印度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其想入常的野心可以说是疯狂至极，甚至想另立门户。为了入常，印度积极展开了行动外交，在软磨硬泡下，美俄英法4国不耐烦了，一度口头上承诺好，同意了。印度信了，似乎只剩中国还没表态。
印度自知过不了中国这一关，于是便将怨气集中在中国，污蔑中国有意阻止印度的进步，真是荒谬。这还没完，印度为了得到美俄英法4国的口头承诺，还动用了超能力。奥巴马只是个人口头承诺支持印度入常，连印度网友都戏谑说不信，印度政府就已经赶忙献上了100亿美元大单以及其他方面的经济合作。殊不知奥巴马说的只是客套话，对此中国不屑于正这点无义之财。退一步讲，如果印度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，必须同时具备2个条件：2/3以上的会员国同意，5大常任理事国同意。哪怕第一个条件达成了，美国也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。依照美国奉行的霸权主义，印度是怎么觉得美国会允许多出一个国家分享自己的权利的？除了贿赂美俄英法4个大佬，印度还积极拉拢盟友对抗联合国。2004年，日本、德国、印度、巴西4国集团联合起来，提出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，意思是联合国都成立快80年了，应该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，比如增加安全理事会席位数量，甚至还撺掇其他国家支持这一建议，试图动摇无常的权利。结果自然是吃了个闭门羹。迄今为止，4个国家依旧在轮番申请加入联合国，但都没收获什么好果子。首先是日本，日本在2战中是侵略者，异想天开的想入常压根没戏。德国也是这个理儿。再看巴西、墨西哥和阿根廷，第一个站出来反对。印度则遭到宿敌巴勒斯坦的强烈抗争，4国联盟入常受阻，于是退而求其次，希望能够扩充6个无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。但目前来看，这个算盘也落空了。时间来到2015年，莫迪老先上台1年后，入常之梦死灰复燃。这年9月，莫迪在联大期间再次举行 G4 峰会，旨在拉拢77国集团、不结盟运动的南方国家，以及曾经支援过的非洲国家，希望能扩大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地位。此外，还加入了亚非拉42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 L69集团，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。为了推动联合国改革议程，2016年，印度参加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之友。管中窥豹，这些国家都是希望联合国能够扩大常任理事国席位，好为自己谋福利。可现实很骨感，现如今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是五常共同打下来的，自然要享受胜利的果实，怎么可能被一些充数的小国家一票否决掉？但印度依旧不死心，为了入常可谓是殚精竭虑，一方面结盟，一方面大力人设，不遗余力在国际上维护自身的形象，自诩南亚霸主、印度洋的净安全提供者。打脸的是，这些人设一经一出，立马遭到其他国家的质疑。莫迪老先2次连任，单方面宣布查谟与克什米尔邦的自治地位，致使巴以关系加剧。净安全提供者的人设不攻自破，莫迪老先这是自己扇自己的脸。除此之外，原则上只有5常国家可以合法持有核武器，这在维护世界和平。然而，印度为了向联合国展现自己的实力，拒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，不顾劝阻，大力研发核武器，这难道就是所谓南亚霸主的风姿吗？打不过就诋毁，也是印度惯用的伎俩。早在1962年，印度就曾挑衅中国主动开战，结果却惨败而归。现如今，随着中国的崛起，中印的实力差距显而易见，其多极亚洲为核心的多极世界的构想难以实现。就诋毁中国在追求单极亚洲，试图拉拢其他国家一起制裁中国。印度不会以为自己真的能将中国从联合国除名，自己上位吧？别痴心妄想了。先不说日本、德国对常任理事国席位蓄谋已久，印度得往后排队，恐怕到时候5常轮流背锅投反对票。联合国席位是打下来的，是多方博弈出来的，而不是靠几个国家抗议出来的，更不是围着桌子喊几句口号就能增添常任理事国席位数量。印度想入常基本是不可能了，除非自己大舞台成立一个新联合国。但是在那时，印度恐怕只能自己登台独唱小丑戏了。